女人撩起裙摆准备迎客，而男人仅用1袋大米就能和她完成了深入交流。但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，他才不得已而为之。现在是日战朝鲜时期，村里的粮食都要上交，这个叫梁子的女人只能独自应对这一切。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里，村里的男人无不羡慕她的容颜。当年她的丈夫大郎迎她入村的时候，可谓是风光无限，但她不会想到，仅仅不到3年就落得了如此的下场。如今她的丈夫大郎常年不回家，经常在外从事的独立运动，但这一切梁子都并不知晓，因为大郎每次回到家中都是灰头土脸的，而且回来后不仅不问世事，还张口就来要钱，这样独自在家支撑的梁子很是委屈，因此他们夫妻2人经常争执不休。这次回来才几天，大郎却又要离去了，还将他辛苦挣的钱全给拿走了。在这乱世下的女人又将如何生存？同村的老少爷们见状便高兴地欢呼起来：大郎，大郎，如此美娇妻，独自放在家里不要，那么既然你不管，那我们就替你管了。他们的确也没说假话，梁子的生活经费也都是从他们身上抠出来的，而邻居大婶是他们之间的牵线人。这次他告诉梁子，村头有户人家，价钱开得很不错，但就是有点毛病，是个废老鬼，为此他并不愿前往。但这位主的确是个富豪，一次就能获得1大袋粮食，这个价位不免让梁子有些心动。于是他把这位主领到葡萄园内，想要快速解决战斗。但不巧的是，这些勾当全被同村的妇女看到，而这些风流韵事很快就成了村里男人的谈资。但梁子并不在乎这些，其他的都是假的，只有得到粮食饿不死是真的。而就在这时，家里蹲毕业的胖虎同学发现了他，看到梁子背部有大战后的痕迹，他也就知道了这一切。胖虎也想搞婆娘，但他这个长相着实长得有些随心所欲，就是真有天鹅落下来，他也只有喝汤的份。而此时最开心的非大婶莫属，每次归来他都要分走几成，但只要他在，皮肉生意就会源源不断的到来。但如此精灵的大婶不会想到自己也会被自家人暗算。到了晚上时，她丈夫拿着她刚赚来的大米，屁颠的就溜进梁子家中。女人的丈夫离家3个月，无法忍受的她张开了双腿，而这种事情对她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除了这些外，梁子还有份本职工作，和同村妇女一样收桑叶，而她不仅美若天仙，干起活来也是眼疾手快。面对着巨大的威胁，同村的妇女组成反梁子战线，她的危机也将到来。同村的妇女们都在这条河边洗漱，刚刚还有说有笑的，却梁子一到面前，大家都不说话，还拼命地干起活来。他们并不欢迎这个外来的女人，还对她冷嘲热讽。其中一个名叫月子的女人，更是向她炫耀手上的戒指，还表示自己丈夫很顾家，不会让妻子受一点苦的。面对他们的讥讽，梁子愤怒地离开了。她已经在考虑如何报复月子。梁子要从她的丈夫老牛下手，在她必经之路上将其拦下。一番挑逗之后，就带着她一同落水。娘子曼妙的身姿被勾勒出来。面对着挑逗，老牛已经怒火中烧了，无法忍受的他表示自己家有米，而对此梁子却表示自己的目标是那只戒指，只要有了戒指，自己就随你摆布。晚上老牛趁妻子熟睡，将戒指搞到手，来到约定地点后，给梁子亲自戴上戒指，就开始为所欲为了。到了第2天，和月子的疑惑形成对比，梁子则是颇为高兴，还故意带着戒指大摇大摆地加入他们，向他们显摆这一切。之后疯癫的月子找到老牛，就是一顿暴揍，之后更是带着反梁子联盟攻入梁子家中，他们扭打起来，而其他女人则也是趁机发泄对他的怒火。最后不仅戒指被夺走了，他的家里还被搞得一团糟，而门外的男人已经围得水泄不通了。但面对如此困境的梁子，他们没有一人伸出援手。这次事件后，梁子的遮羞布彻底被撕破了，也被搬到台面上来讨论。同村的妇女都主张将他赶出村子，但男人们自然是不愿意的。两拨人谁也不肯退步。就在争执不休的时候，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村长来了，相信老村长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。丈夫3个月不回家，寂寞的女人难以忍受，同村的男人仅用一枚戒指就能将她征服，而这种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。老村长来到梁子家中，指着他骂说梁子生性风流放荡，若是传出去，实在是有损村容村貌，便要他速速离开。而面对指控，梁子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反驳。他向村长展示着伤势，看到这雪白的大腿，老头子也把持不住了。梁子乘胜追击，而我们的老村长虽说德高望重，也难逃得过这温柔乡。之后的日子，梁子还在村子生活着，但那日的情景却都被胖虎看到了，对此他很是愤怒。
一个老登都能骑的女人，而我胖虎如此的英俊潇洒却不能，这还有天理吗？可能是上天得到了他的请求，于是机会很快就要来了。这天村里的桑叶被采光了，无法供给蚕宝宝了。于是，在胖虎的建议下，他和良子来到了外村。趁着夜色，他们溜进外村的桑园，并摘了许多桑叶。对此，胖虎颇为得意，夜黑风高夜，而他也大胆起来。就在准备主动出击时，桑园主人却问声赶到。胖虎见状，提上裤子就开溜，而可怜的良子被困在原地。当看到他的那一面，桑园主人也惊呆了。看到良子那惊为天人的容貌，老头子心里想：难道今晚也走了狗屎运了？便拉着良子进入自己的房间，看样子免不了一场人体大战。战况一直持续到次日清晨，胖虎看到良子满载而归，就知道了这一切。这次自己可真是个大冤种，自己筹划这么久，却把美餐送到别人的餐桌上，这下把胖虎气得差点原地升天。到了晚上，心有不甘的胖虎再次找到良子，这次他拿来自己的全部家当，只要良子给他一次就死而无憾。但这深情的告白换来的只有一个巴掌，这下胖虎终于无法忍耐，开始威胁他：良子女士，你也不想自己的事情被丈夫知道吧？而对于这些威胁，良子根本没有理会他。但这次胖虎倒是没说谎，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大郎。大郎呢，受得了这种鸟气，怒火中烧的他把胖虎暴揍一顿。即使得知事情的真相后，最终他选择了原谅。他比谁都清楚妻子这种境地是谁造成的。大郎也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良子，他们二人也重归于好。但这次回来也没过多久，大郎便拿上钱又要离开了。而这一次的分别必将危险万分。而看着丈夫离开的背影，她已经泪眼模糊。而此去一别，可能要沧海桑田了。故事到些结束，看样子良子还得靠自己的身子，在村里与男人们激战苟活下去了。